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这支影片我们将会继续深入中央山脉南二段的后半程，从鹿鹿谷山屋出发，经过鹿鹿山、塔分山、达分间、大水窟、八通关这5座百岳，算是南二段最精华的路段。路上看到了白色的水路，有巨木，有日出，有云海，超壮观的八通关草原、耶稣光，最后从八通关古道出来，结束这次中央山脉南二段的旅程。那这支影片是南二段的下集。还没有看上集的朋友，建议先去看一下，这样才可以体验最完整的南二段。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就直接开始我们的行程啦。这天一大早5点，我们就从鹿鹿谷山屋出发，要先前往鹿鹿山。我其实不太喜欢摸黑走，所以在行程安排上只会摸一点早黑，然后尽量在天黑前就到达当天的营地。这边出发没多久，天色就开始转亮，会先陡上一段路，到达鹿鹿山的岔路。我现在到鹿鹿山的岔路口，鹿鹿山要往上面走，然后包包要丢在这里，等一下会回来。下来之后要往这里去看日出了，这里，然后这边还看得到鹿鹿谷山屋，在这里下面，所以我们刚刚从这边爬上来，好高哦。在轻装往鹿鹿山的路上，我们在远方的人线上看到了非常稀有的白色水鹿。树那边啊，我看到了，上来了，好多哦。是3只在往上爬，1只比较前面，应该有7、8只哦。那只白色是什么？为什么是白色的啊？长鬃山羊？不可能吧？你有看过白色的水鹿吗？往鹿鹿山的路上，景色和展望都还蛮好的，加上刚日出，走起来真的蛮舒服的。到了鹿鹿山，哇，展望超好，刚好日出。360度的环景，没错。鹿鹿山啊，看到山屋哎，那边远远的。鹿鹿山在对面，刚从这边下去，安步爬上来，然后再回来，那边蛮漂亮的，展望超好。温度计写4.2度，湿度90。我来登山口，准备上包出发。我目前走过的纵走当中，南二段就是展望最好的一个行程了。整路都有风景可以看，不会一直埋头在树林里面钻。虽然路途也不会算太轻松，但整体走起来相对舒服很多。捡垃圾，路上的垃圾。一整路都有像这样子看不完的展望，这也是我喜欢爬山的原因。可以看到很多搭车看不到的风景。塔分池营地，几乎是干的，没什么水。哇，这营地很大哎，超大。过塔分池之后，陡上一段路，就会到今天的第2座百岳塔分山了。免费登山杖，高度很尴尬。塔分山到了，今天第2座百岳。
分山，哇，展望很好啊！就是刚刚从那个营地那边上来这里，陡上大概100多吧，真的很陡。第二座，今天过塔分山之后，一路下坡就会到塔分谷山屋。依照不同天数的安排，有些人也会选择在塔分谷山屋住一个晚上。塔分谷山屋到了啊，休息一下。参观一下塔分谷山屋啊，居然有门牌号码哎！这个寄东西寄得过来吗？梅山乡300号。长得一模一样。卡诺河下面有个岔路，陡上，一路陡上来，要到达芬尖山。哇，要修，好累啊！达芬尖山，终于累死啊！一点都不轻松，展望很好哎，就是累了点。那个下面整片的云海，杜鲁谷山屋到大水窟山屋真的超远的。就如果你是走4天压缩行程的话，第3跟第4天会蛮累的。累归累啦，就是南二段的这个景真的是还蛮不错的。就你走一走就会哇，豁然开朗，又有展望可以看这样。哇塞，这个断掉下来，哇，超大，超级粗。这是南大水窟山，终于快到了，就沿着这个鞍部爬上去，翻过去就会到大水窟山屋了。然后明天要往这里去，大水窟山在这边。哦，好陡哦！好陡。哇，终于上来到大草原了，南大水窟山终于要到了，这应该是困难的难吧？南大水窟山。哇，这里超美。到了很难的南大水窟山，到山屋还有1K， 剩下坡了。哇！南大水窟要改成很艰难的难。这时候已经下午5点出头，西方的天空突然出现耶稣光，超美的。这边超美耶！再往前走，就到了整个南二段我最喜欢的地方，就是大水窟的这一片大草原。超级漂亮！哇，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想要2刷。南大水窟山和大水窟山中间这一片，是我爬百岳目前觉得最壮观的高山草原。那个壮阔的感觉，我觉得用相机很难拍得出来，真的要亲临现场才有办法体会。到大水窟啦，下面，然后池子还有一点点水，这是小水窟。哇，走好久，
超漂亮的。这边有一条路，隐约看得到，就是八通关古道。沿着这边，以前人到底怎么开这个路的？山屋在这里，然后厕所在这里，这么远，太远了吧？有人呢、原来我们不是包场，这边有一个人。到了 ，Hello， 这很酷，就在一个大草皮中间盖一个，很大一片呢、遇到走八大秀的山友，走2天终于遇到人。然后山屋现在是没有水，池子这边现在走过去看一下，脏还是干净？没有很干净，但加减，懒得去取水。应该还行，喝不死啊。这个黄绿的、喝个绿茶。它只是因为蓝比较透明，它其实跟雨水是一样的东西。一块丁，就是大水库取的水，抹茶，这个是正常的水。看电视，抹茶，怎么讲？应该可以喝啦，喝不死啊。可以啦。到了晚上，大水库山屋这边附近的水路就开始出没，数量超多。因为明天第4天的行程也蛮硬的，早上4点就要出发，所以我们吃完晚餐就早早休息了。第4天一大早，我们就从大水库山屋出发，要上到这趟南2段的倒数第2座百岳大水库山。这段路算是蛮好走的，但是风非常大，气温又很低，吹风吹到差点失智。大水库快到了，在这边还算蛮好走的啊，没有说特别陡。大水库山，牌子连根拔起。大水库到了，刚好天亮，看日出，风好大，现在往秀姑坪去，往秀姑坪，要先翻过这里，大水山窟北峰下去。颗秀姑峦大山，下次再来啦。走马博的时候再来吧。秀姑坪 1.5K， 往这边去。刚刚大水库山北峰应该是要从这边切下来，然后从这里过来。我们走错了，我们走到这里，所以从这里硬切出来，然后这样下来，继续走，然后就会到秀姑坪。秀姑坪要到了。八通关还有 10.5K， 然后秀姑峦下次再来啦 1.7K， 下次啦，我就一路下，从这里下，然后要到白杨金矿山屋。这边应该就是老农溪的上游，只是现在没水，蛮干的。到了白杨金矿山屋，取个水。
下一站中央金矿山屋，就一路下。这里老东西哦，水开始变大了，就越往下游，它水就越来越多了。所以等一下到中央金矿那边，应该水源充沛。沿着这个山壁这样一路摇绕，路不宽啊，大概只够一个人走啊。八通关8.5。这边可以看得到玉山，玉山在这里，这颗是玉山，然后这个是玉山南峰、东小南山，然后这边玉山北峰，然后在这个下面一点点，这里有个凸凸的，这是等一下要去的八通关山，看起来没有很远吗？还要走蛮久的啦，继续推。这边有一个下攀的路段，从这边走过来，然后要抓绳，慢慢爬下来，好，再去。中央金矿山屋休息一下。这里讯号非常好，网咖。接着就是沿着八通关古道前往八通关登山口，这段路算是平缓好走，要把握这一段舒服的高速公路。过了八通关山之后的八通关古道就会开始变得破碎，有一定的危险性。巴奈伊克山屋，是这个。八通关山登山口，所以要这里上八通关，还有1.5K， 陡上，陡，好陡啊！好，现在轻装上来八通关山。那我队友他因为他来过2次了，所以我自己上，他就先走了。等一下要追他，哇，好陡！要修，怎么这么陡？这个 view 超赞！快到了，就在那边，跑上去八通关山。八通关，南二段最后一座八通关，到了，终于，这个拿不起来，累了，展望超好，很陡啊，但是值得。这个 view， 哇塞，360度环景哎，这边很漂亮，大草原。好了，拍个照，差不多要下山啦，准备回程。今天要睡东埔，这边订了温泉饭店，然后要吃火锅，希望可以天黑前出去。好，下山啦 ，Go Go！ 下山喽，好陡啊！可以回来到岔路口了，刚刚大包丢这边，然后等一下要往西峰的方向，要去追我队友。哇，八通关山白墙喽，看不到了。要一直往下走，刚刚过在西峰之前要有一条路要往右转，然后下来陡下，然后会接回八通关古道。但是这边很碎，就是很陡，然后又蛮碎的，所以走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回到大陆啦，到东埔还有16K， 追到队友啦，应该还有15公里多才会出去。关高屏到啦，还有15公里要踢耶。东埔14.6，要求有够远的。关高山屋参观一下，新盖好的，好新哦。
我们到关高山屋这边装个水休息一下。进来之前记得要先跟管理员打个招呼，然后要脱鞋。里面超新的，去年底才正式开始收费营运，平日1人800，假日1200。这边可以充电、炊煮，水源充足。房间床位也是上下铺，并且床位和床位中间有隔板，这点我觉得蛮不错的。整体给人感觉蛮舒适的。唯一小可惜的地方是目前没有公餐。离开关高之后，就要再踢10几公里的八通关古道才会回到东埔。那这边开始就会有很多崩塌破碎的路段，尤其是下雨天过后，路况会变得更差。小心走啊！那就很碎啊，就是还是要小心。这个应该是算好过的，前面可能有更难走的。我们去的时候已经一阵子没有下雨了，路况相对还算好，但真的要非常小心通过就是了。确认踏点稳固，再往前走。我觉得抓那个树根比较稳固。这个下去真的就直接一泻千里。另外就是这一段路，强烈建议所有山友佩戴岩盔。我们出发才想到忘了带啊，虽然我们没有遇到，但感觉落石机会不小。岩盔带着多一份保障。哇，这个整个崩这个应该就是11.5K 的崩塌点吧。目前我这样看起来是还好，跟网络上人家看的那时候的路况是差蛮多的。这个11.5K 的崩塌点，这个真的要很小心啊。湖旁边的石头 ，OK， 小心，不要被绳子绊到。OK， 哦，这里我觉得反而比刚刚还难过。我觉得，因为要踏把点。对，哦，下去就 GG 嘞。乐乐山屋之前的高绕路段，原本的路崩了啦，还要走这个，哇，有够陡，之字形高绕。东埔5.87，乐乐山屋。哇，那个高绕好累啊！云龙瀑布，这云龙吊桥，哇，好大，这落差超高的，影片应该看不出来，也蛮壮观的，好高哦！然后到下面。走完了，看到车了，看到车子了。传说中的爱玉亭没有营业，终于走出来啦，登出啦，总算是走完了，回到文明的世界了啊！终于走完了，八通关超级长，所以我们4天南二段就这样走完了。然后我们今天下山要去住东埔温泉那边的温泉饭店。哦，温泉啦，累死了，我要吃火锅。Go！ 好了，以上就是这次中央山脉南2段影片的全部内容。我是小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